要想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完美的装修是最基本的前提。虽然装修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如果装修前能多看到一些别人家的装修案例，也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些经验，让自己装修少留遗憾。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7个常见的翻车现场，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案例，希望能帮你避坑。1. 哑光瓷砖翻车。很多人担心亮光砖地面反光，而去选择哑光砖，以为能躲过一劫，结果还是踩坑了。入住后才发现，哑光砖虽说质感突出，但普遍有不耐脏的通病，一天到晚的搞卫生也是擦不干净。网友反馈苏苏不听劝，坚持买了哑光砖，现在超级后悔。装修完开荒保洁的时候，才发现哑光砖真的擦不干净，新房还没入住呢，就遇到这种情况，现在心里慌的一批。网友咪一套，真心劝大家不要买哑光砖了，这是水印干了之后的样子，各种清洁剂都用上了，怎么擦都有。回家进门看到的第一眼就想哭，已经想到日后蹲在地上的日子了。小东建议，担心光污染，建议选择柔光砖。柔光砖首选肌肤釉，地面不存在反光问题，而且还好清理，不会渗污渗色。2. 悬空电视柜翻车。悬空电视柜确实很美，不落地的造型设计看上去更加简约大气，而且地面无卫生死角，后期打理也省心，但它完全是依靠后面的支撑，悬挂在墙体上，如果安装不到位或者非承重墙，就有掉落和下坠的风险，时间一长翻车是必然结果。网友反馈小皮虾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心心念的悬空电视柜还没收尾就开裂了，问了油漆师傅说只能这样了，没法补了还是会裂。网友靠谱小姐姐空心墙，真的千万别做悬空电视柜，能劝一个是一个。说没事的，看看我家才入住半个月就成这样子了，好害怕它哪天直接掉下来。小东建议，悬空电视柜对承重要求很高，没有十足把握，建议选择落地柜，效果也很漂亮。非要做悬空电视柜的，安装时一定要用承重支架加膨胀螺丝固定。3. 卫生间玻璃门翻车。这些年，长虹玻璃门凭借高颜值、透光不透人等种种优点，成为家装行业的网红。傲娇的身材、朦胧的美感根本藏不住，但如果选购时没做功课，盲目跟风的结果就是大型翻车现场。网友反馈黄桃罐头，不知道玻璃颜色还有这么多讲究，做出来的效果看了心态都炸了，绿得发慌。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长虹玻璃门，花了好多钱，却做出了好廉价的感觉。网友持续性摆烂，我家是暗卫，当初考虑采光不好，选择双层玻璃会不够透，所以只做了单层长虹玻璃，结果导致上卫生间外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真的太尴尬了。小东建议，长虹玻璃门确实美，但踩雷的几率也高，想要不翻车必须把握3点。首先，颜色要选超白，不是普白，不然会泛绿色。其次，慎选单层玻璃，一定要加一层磨砂玻璃，避免透明化的尴尬。另外，要做极窄边框，门框越窄越显高级。4. 台中盆翻车。厨房水槽台中盆不同于台上盆安装方式，它是与台面齐平，台面卫生更好打理，也不同于台下盆，不用担心承重问题，后期想换水槽也比较方便。但有一说一，它的安装工艺比台上和台下盆更为复杂，特别考验安装师傅的技术，所以现实中翻车的比比皆是。网友反馈燕麦鸡腿堡主装修前不懂，被误导说做台中盆好，可以和台面做平，没有掉盆的风险，实际上做出来的效果是又丑又难用。奉劝大家，没有靠谱的师傅和店家，轻易不要做台中盆，工艺不到位，特别容易有缝隙，会发黑还积水，真的大无语了。网友商商的小，我家这个台中盆翻车翻到沟里去了，4边不平也就算了，打胶打得还乱七八糟的，分分钟想砸掉重装的感觉。小东建议，台中盆想要做出严丝合缝的效果，建议提前买回来，测量好尺寸和厚度，直接让厂家激光开槽，不要让师傅现场开槽，碰到手艺不稳的很容易翻车，没有把握建议还是选择台下盆，做好加固措施，卡扣连接根本不会掉。5. 卫生间壁龛翻车。很多人觉得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又能储物又好看显高级，所以根本没提前做功课就纷纷效仿，结果花大价钱做完的壁龛要么丑出天际，要么鸡肋不好用，白白花了冤枉钱。网友反馈小橙子家人们谁懂啊，这哪是壁龛啊，我想着中的壁龛样子应该是好看又高级，结果完工后是这个样子的，加上我美缝做的还不好，我现在整个人都要抑郁了。网友陆天涯，当初不听工头的劝，硬要凿墙做壁龛，入住才1个月，今天洗澡时猛然闻到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好家伙，才发现壁龛里囤积的水直接臭了。小东建议
壁龛的实际作用就是做洗漱收纳。如果你家卫生间需要包下水管，直接做壁龛方便又实用，不然不要特意去做，选择5金挂件或置物架也能满足需求。另外，砌墙壁龛尽量做坡度，每次洗完澡顺便清理一下，避免出现积水发霉的情况。6. 壁挂马桶翻车，卫生间壁挂马桶主打高颜值、好搞卫生，也深受年轻人的青睐。但说实话，现实中安装壁挂马桶翻车的也不在少数，要么位置高度踩坑，要么是漏水难维修。网友反馈，败家小娘子为了无死角，为了洋气，为了节省空间，加钱换了壁挂马桶，盼星星盼月亮，总算完工了，结果遗失马桶，坐在上面脚是悬空的，好头疼，凿墙凿地，改吧。网友不想起名了，当初为了颜值，选择了号称几10年不坏的吉伯利隐藏水箱，结果刚用1年，墙里漏水漏到邻居天花板上，都泡汤了，换了连接件也没有解决问题。小东建议选择壁挂马桶，一定要提前量好预埋件高度，不然位置高了，坐上去脚会悬空；位置低了，下面卫生不好打扫，悬空不悬空毫无意义。当然，预留检修口也很重要，方便日常检修。7. 隐形踢脚线翻车，隐形踢脚线也被称为内嵌踢脚线，它的优点就是与墙面形成一体性，不会凸出来，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容易落灰。于是很多人也盲目跟风，结果装完之后就纷纷后悔，施工复杂，成本费用高也就算了，安装效果还差强人意。另外，因为需要在墙面开横槽，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网友反馈，糖果果的糖果屋装修踩的最大坑就是嵌入式踢脚线，不知道是墙体开槽深了，还是腻子刮厚了。施工完的效果就是每个转角的墙体都突出踢脚线，说白了就是墙体与踢脚线不齐平，这也太丑了吧，人都没住进去呢，转角下面就开始脱落了。油漆工让我找瓦工，瓦工说不是他的问题，互相推责，越想越气。网友@jojo我家设计师让我做极简风，所以选择了内嵌踢脚线，结果开启我最大一个装修坑的血泪史。啥也不说了，直接看图吧，做出来的效果让我喜提心脏病。小东建议内嵌隐形踢脚线，非常考验瓦工和油漆师傅的手艺，贴砖的时候几乎要做到无多余边缝或少量边缝，不然贴出来会非常的丑，还不如选择明装踢脚线，选择4至6公分的，不论是铝合金材质还是实木材质，也能做出简约大气的效果，同时还不积灰。结语：装修是细节决定成败，以上这7个装修翻车案例亦是如此，希望大家看完能引以为戒，避免踩坑。另外，不论是哪种装修设计，都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美观，而忽略实用性，导致入住后苦不堪言。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注定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家电。正因如此，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这方面投入。但是有一说一，好的电器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痛点，但也有一些小家电却是打着高科技的口号来收割智商税的。本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来告诉你6种不建议投入的小家电，劝你别再傻乎乎的搬回家了。1. 豆浆机。当养生突然成为一种趋势时，豆浆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热销品。很多人想着自己榨的豆浆自然要比那些添加大量糖和添加剂的豆浆喝着健康，于是纷纷跟风购买。然而用过之后才发现很鸡肋，远远没有想着中那么好用。豆浆研磨得比较粗糙，口感差也就算了，关键是豆子稍微多点，还容易外溢糊底。另外，豆浆机太难清洁，这也是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地方。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豆浆机也逐渐跌下神坛，几乎成为家庭闲置率较高的小家电之一。网友@61妈妈，豆浆机功能太单一了，用它打玉米汁根本不行，太差了。打豆浆也是粗不粗、细不细的，过滤麻烦不说，拉嗓子还不香，堪比垃圾中的战斗机。网友家乐乖乖，避雷某洋豆浆机，入手发现真的很一般，豆浆粗糙，必须用过滤网过滤，没有破壁机打出来的香醇，研磨时的噪音还比较大。虽然标注的功能比较多，但基本没啥区别，只是时间长短的不同。自动清洗也形同虚设，根本洗不干净。2. 低糖电饭煲。低糖电饭煲号称是一款脱糖减肥利器，依靠健康养生的宣传口号，吸引了一大批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的芳心。有人说它是黑科技，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那真相到底如何？这种电饭煲真能蒸出低糖饭吗？其实所谓的低糖电饭煲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过滤掉部分淀粉来达到减糖的目的。但是通过降低米饭含糖量就能降血糖，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说白了，这完全是偷换概念，就是妥妥的智商税。网友@炒麦粉，家人们别再去当冤大头了，
这玩意就是智商税，没有用。虽然去掉一部分淀粉，但摄入总量也提高了，最终摄入的热量没有区别。网友小小友过滤掉米汤，少了淀粉，也少了其他营养素。长期食用低糖米饭可能会导致维生素的缺失。想减肥健身，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小米、荞麦、燕麦等粗粮代替大米，达到控糖的目的。3. 榨汁机，市面上的鲜榨果汁一杯就要10几块，甚至是几十块钱，价格真的太贵了。于是很多朋友想着还不如自己买一台榨汁机划算，想喝什么就自己榨什么。但等到真正入手时，才发现使用率太低了。原本洗完水果就可以直接吃，现在还要削皮切水果，然后再榨汁，结束后清洗也是相当麻烦。榨汁机里面所有的零件都要一一拆开清洗，最终的结果就是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网友爱尔兰咖啡，家用榨汁机没想象中那么好，想买的千万要冷静，剥皮太麻烦，有那个时间我都能再吃3个成了。另外用它榨成汁起泡沫不说，而且果渣太多了，特别像别人在嘴里嚼成泥又吐了出来。网友史努比的生活听劝，别买榨汁机，鸡肋没用的东西，要吃水果就直接吃，方便又健康。榨汁破坏了水果纤维，让糖更容易吸收，反而容易长胖升血糖。4. 除螨仪，现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各类除螨仪的宣传铺天盖地，又是紫外线，又是热风，又是拍打的，都是号称可以达到99%的除螨率。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的小孩对尘螨过敏，花了快2000块买了个除螨仪，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这玩意真有他们说的那么神吗？直接说结论吧，大多数的功能其实都是对螨虫无效的。曾经有专业人士做过实验，除螨效果与吸力大小相关，而与紫外线、热风、拍打都无关。说白了，就是大功率的吸尘器比除螨仪效果更好。所以说，如果你花大价钱买个各种乱七八糟功能的除螨仪，那么恭喜你，大概率是被坑了。网友不过敏的老魏，虽然会得罪一些品牌方，但我还是要说实话，买个吸尘器再买个除螨头，效果远远比大牌除螨仪实用多了，别再多花冤枉钱了。网友月月不绕弯，除螨仪妥妥的智商税，我用了半年了，简直无语的地步。吸尘功能太差了，头发和黑色灰尘颗粒这些完全吸不走，每次还要手动清理一遍，靠它拍打和紫外线完全杀不死尘螨，反而到处飞起，既没效果，浪费时间，还费腰。5. 折叠洗衣机，折叠洗衣机也叫迷你折叠洗衣机，卖点是可折叠，好收纳，不占地儿，号称是懒人必备。但事实上，买过的人基本都后悔了，因为用着太鸡肋了。首先就是容量太小，只能清洗部分内衣和几双袜子，想稍微大点的衣物都是奢求。其次，清洗能力也不够好，说白了就是揉搓力度也太小了，连番茄汁和酱油这种污渍都洗不掉。另外，这种塑料的设计导致见水后按键还常常失灵，还有漏电的风险。网友性感奥利夫折叠式洗衣机，不要被懒人福音迷惑，需要手动加水，排水太慢，内部还容易挂污垢。洗袜子5双封顶多了转不动，每洗一遍还要手动拧水，真不如手洗方便。关键是它竟然还洗不干净，200-300的废物，说的就是它。网友小摩的，买之前鬼迷心窍的觉得会很方便，用过几次就发现很鸡肋，盖子松洗的时候水会溅出来，而且全程要自己加水、换水、排水，超级麻烦，甩干也甩不干，几百块的东西懒得退了，就当交了智商税了。6. 电动烘干晾衣架，电动烘干晾衣架其实就是打个高科技口号，收割智商税的产品，不接受反驳。电动晾衣架与老式的传统晾衣架相比，不仅有基础照明，还能电动升降功能，确实很实用。但是那种多功能于一身的电动晾衣架就是妥妥的智商税，什么紫外线杀菌、热风烘干的，看似很高级，实则很鸡肋，烘干效果差不说，而且还特别的费电，还不如挂在阳台上风干效果好。这种鸡肋体验并不是我个人观点，而且无数人踩坑的经验教训，动辄3-4千的售价，依靠它来烘干，还不如投资一台单独的烘干机呢。网友爱吃汉堡的安琪拉电动晾衣架，烘干功能真的是智商税。买之前想着下雨天有烘干功能能挺好，安装之后才知道根本没有，吹出来的风还没吹风机热，想吹干衣服等猴年马月了。网友毛毛的家电动晾衣架，别买什么烘干杀菌的，这些鸡肋功能都是为了加钱设计的。我家也买了，花了3000多大洋，啥紫外线消毒、烘干都是骗人的，效果形同虚设。结语在这里也想奉劝这些小家电厂商，打着高科技的口号却收割智商税的产品，终究是走不远。当消费者意识到被骗后，损失的不仅是口碑，最重要的还有诚信。
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不影响装修质量的前提下，原则上是能省则省，毕竟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但是也不能每样东西都要追求性价比，省到最后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会涉及到安全健康，到头来往往是自己受罪。这一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装修中哪几样东西一定要买好的，不买差的，告诉你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一、地漏。地漏的主要作用就是排水，家里的厨房、生活阳台、卫生间，只要有下水的地方都会用到它。市场上的地漏便宜的才20-30，贵的则要100-200。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只要能排水就行，没必要多花钱，结果入住后没几年就出现地漏反位、地面积水的情况，等出现问题想换的时候才发现超级麻烦。地漏返工的话，又要砸地砖，又要抠水泥的，还要补刷防水，收你个300-400的工费，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选地漏千万不能将就，不如一步到位，买个质量好的。选购建议，地漏材质建议首选不锈钢和全铜的，相对来说全铜的更有质感，缺点是价格略贵。其次，防臭功能必须有，可避免异味扩散。地漏芯建议选择重力开合型，特点是排水快，密封性好。品牌方面，推荐选择知名度高的，比如潜水艇、九牧、反必克。二、马桶。卫生间马桶家家必备，也是每天高频使用的东西。很多人会告诉你，马桶没必要买大品牌的，都是品牌溢价。如果你相信了，大概率会踩坑。马桶这东西绝对是1分钱1分货。便宜的杂牌马桶不仅存在釉面挂污、难清洗等情况，反味、堵塞、冲不净这些苦恼问题也是家常便饭。如果是漏水维修，一回还要200-300，等后悔时真叫一个苦不堪言。出现上述问题，很多人以为是家里的水质不好，其实是马桶本身的质量不行。马桶内壁已经渗进杂质和污垢，不管用什么办法也不能完全擦干净，才会导致出现冲不干净、反味的情况。所以千万不能图便宜去选择劣质的杂牌马桶。选购建议，马桶的下水结构分2种，建议首选虹吸的，特点是冲水噪音小，也比较省水。如果马桶做了移位，就选直排的，特点是冲力大，不容易挂污。其次，它没有啥装饰作用，买前试一试，选大众款坐着舒服就行。另外，一定要买品牌的，推荐恒洁、九牧、箭牌、惠达，都是性价比不错的国民卫浴品牌。三、止逆阀。家里装修2个地方需要安装止逆阀，一个是厨房的烟道，一个是卫生间的排风口。止逆阀东西虽小，但作用可不小。很多人对它不重视，看到新房交付时已经安装好了止逆阀，就将就着用。其实开发商送的那个红色的就是应付差事的，根本不能用。如果烟道止逆阀质量不好，你买再贵的烟机也是白搭，油烟排不尽，到处串味不说，邻居家做饭时的鱼香味也会飘到你家里。卫生间的止逆阀更是很有必要，不安的话，换气扇的管子无法出墙，等于卫生间的废气还是排在你家吊顶里，安装排风扇就是安了个寂寞。此外，止逆阀安装的时间你记好，烟道止逆阀是瓦工贴砖前买好，贴砖时顺便装上，不要等到最后。卫生间止逆阀吊顶前自己买好先装上，等后期安装集成浴霸时直接让师傅接在排气管上。选购建议，首先烟道止逆阀尺寸直径在10到18厘米，一般家庭16厘米用的比较多，选购前要注意量好自家厨房的烟道口大小。其次，材质分塑料或金属的，塑料止逆阀首选 ABS 材质，特点是强度高、韧性好，价格也比 PC 材质便宜。不锈钢止逆阀虽然耐火性强，但多数没有密封胶垫，而且挡板重，油烟粘连后需要经常清洗，不是很推荐。至于品牌，还是推荐大品牌，比杂牌没贵多少，质量更有保障。比如潜水艇、日丰、杜邦都可以闭眼入。四、床垫。有些人装修宁愿花大几万去买一张床，却不舍得在床垫上花钱，甚至用着买家具商家赠送的床垫，这一点我是真的无法理解。再好再贵的床也只是起到装饰和支撑的作用，而床垫却是决定你睡眠舒适性的关键，千万别整反了。市场上1800块的床垫虽然价格诱人，但往往舒适性和环保性让人堪忧。长期睡不舒适的床垫不仅会导致精神萎靡、工作状态不佳，甚至还会出现腰酸背疼等一系列的健康危害。所以说，选购床垫一定要重视，原则上是预算范围内买最好的。选购建议，市面上的主流床垫多数是以弹簧作为支撑层，
建议首选独立袋装弹簧的，比整网弹簧抗干扰性强，而且不容易塌陷，使用寿命也长。如果喜欢偏软或偏硬睡感的，推荐乳胶或棕榈床垫，但切记一定要选大品牌，安全环保放在第一位。另外，床垫还是建议首选实体店，因为可以试躺试睡，舒适性有保障。品牌方面，推荐选择国内品牌，比如梦百合、雅兰、喜临门等，没有国外大牌溢价高，价格相对更为实惠。5. 窗户，不管是给家里换窗户，还是阳台封窗，窗户的材料都建议一步到位，选质量好的。这个地方千万不能省钱，因为窗户不仅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还给房子挡风遮雨。如果窗户的材料质量太差的话，那咱们居住的环境和生活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目前家装行业给阳台封窗的主要材料就是断桥铝窗，与传统的铝合金和塑钢窗相比，它的保温和隔热性更加优秀，所以建议首选断桥铝窗。另外，断桥门窗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新产品，千万不要去街边店或者是当地的小作坊，不然钱花了，质量却没保障。因此，尽量认准大品牌的系统窗。选购建议，断桥窗的主要配置就是由型材、玻璃、胶条和五金件这部分组成。铝材建议首选 1.6 毫米的，抗风压性更强。至于窗框厚度，普通家庭选择65或70系列的就可以了。追求美观性的可以选择108或115这种窗纱一体的。玻璃的话，普通家庭选择中空玻璃即可。寒冷地区建议首选3腔2波。如果对隔音有刚需，推荐中空加胶玻璃，降噪效果不错。密封胶条、隔热条认准 PA66 材质，密封条首选3元乙丙的橡胶条。五金配件认准知名品牌，推荐国产坚朗、鼎固、国强，比进口品牌性价比高。说到断桥门窗品牌，给大家推荐国产大品牌如墨色、新豪轩、黄派、森英。要知道，人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而睡眠的好坏和床垫息息相关。之前看到一篇关于选购床垫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床垫选不对，不是医药费，就是智商税。我是非常认同的。在我看来，床垫不是越贵越好，当然太次的床垫也不能要。如果长期睡不合适的床垫，会导致精神萎靡、工作状态不佳、腰酸疲惫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足可见床垫的重要性。但是纵观目前的床垫市场，不仅品牌众多，产品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价格跨度更是夸张，从1800元到10几万的都有。想选对一款适合自己的床垫而不花冤枉钱也并非易事。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期间也接触过不少床垫厂商，家里也前后换过3次床垫。这一期内容，小东就来给大家避避坑，告诉你选购床垫的5不买原则。1. 不建议买的5种床垫。1. 整网弹簧床垫不买。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床垫的支撑层多数是以弹簧为主，弹簧床垫的优势是可以承受很强的重量，而且不易塌陷，使用寿命长。其中弹簧床垫又分为整网弹簧和独立袋装弹簧2种。咱们第一个要避坑的就是整网弹簧床垫，理由也很简单，抗干扰性太差。有过出差经历的朋友应该会深有感触，比如一些快捷酒店和宾馆，基本都是整网弹簧床垫，一到夜里翻身的时候，床垫就会发出各种嘎吱吱响声，特别影响睡眠。因此，对于弹簧床垫，建议大家首选独立袋装弹簧，抗干扰能力强，静音效果好。它是一个弹簧一个小袋子，单独受力，别说翻身，即使在一侧跳来跳去，也不会影响边上人睡觉。2. 纯乳胶床垫不买。之前经常有粉丝朋友留言问，纯乳胶床垫好不好？首先你要明白，市面上100%的天然乳胶是不存在的，基本都是合成乳胶。含量少的乳胶会存在不环保、有异味等问题，对健康不利。那是不是含量高的乳胶床垫就可以买了呢？其实我也是不推荐的。虽说乳胶床垫透气性和回弹性不错，但它的缺点是支撑性差，没办法保护咱们的脊柱，长期睡在上面往往会感到腰酸背痛。另外，纯乳胶床垫还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太容易氧化，可能没用几年呢就出现掉色发黄的现象。3. 分区太多的床垫不买。分区床垫说白了就是通过改变弹簧的线径，给身体不同部位提供不同的支撑力，从而改变睡眠的质量。但是分区太多的床垫，实际效果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体重、睡眠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能睡到的分区自然不同。因此，在我看来，什么7分区、9分区都是纯的智商税。对于普通人来说，咱就选个3分区床垫足够了。3分区床垫对身体体重没要求，它是中间部位支撑性强，两端弱一些，
不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身体都会紧紧地贴合在床垫上。4. 椰棕床垫不买。椰棕也是床垫里比较常见的材料，又分为山棕和椰棕。它们的特点是睡感偏硬，而且价格偏低，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子使用。但实际上，太劣质的椰棕床垫因为工艺处理不到位，往往会有很大的刺激性气味，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当然，热压型的棕垫相对环保，但很多人不了解椰棕糖分含量高，一旦受潮后就会滋生细菌和白蚁，长期睡下来背上容易长痘痘，因此不建议大家选择椰棕床垫。5. 价格太贵的床垫不买。有些人会说，床垫是1分钱1分货，我就挑贵的买，肯定没毛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如果你去过床垫的生产工厂，你就会发现，床垫的结构不复杂，无非是面料层加填充层加弹簧层的组合，并不是啥高科技。市面上动辄2、3万，甚至10几万的床垫，其实和几千元床垫的生产工艺都差不多，睡感也差距不大。贵出来的大多是广告费和品牌溢价。另外，你要知道，床垫舒适性的最佳周期是5到8年，即使用料再好，一旦过了使用周期，材料也会老化，不及时更换，势必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2. 床垫品牌怎么选？就目前的床垫品牌来说，多达上百个，如果细分的话，其实不外乎2大阵营，国内和国外品牌。就性价比而言，我更推荐大家首选国产品牌床垫，不是说进口品牌不好，而是溢价太高，对于普通家庭不值得投入。像国产床垫比较知名的品牌有喜临门、雅兰、梦百合、大自然等，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和技术，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新兴品牌崛起，比如 Crua 潮物、西屋、七座、菠萝斑马等，特点是材料更为环保，产品新颖，而且价格不贵，性价比非常高。我家这套厨房啊，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当初冰箱没选对。由于机身太厚，突出橱柜，丑的出奇不说，走路还会不小心绊到脚。关键它是侧边散热的，需要预留散热空间，导致冰箱和橱柜之间呢有较大的一个缝隙，形成卫生死角，这是最让人头疼的。所以呢，我一直考虑换一台既实用又能提升美观度的冰箱。但是市场上的冰箱啊，要么太厚，放进去之后突出橱柜，要么就是刚好嵌入的，冰箱门又打不开。好不容易找到一款合适的上万元的售价，贵的离谱。正在我发愁之际，朋友给我推荐了这台 TCL 超薄零件法式冰箱 T9DQ， 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难题。说到嵌入式超薄冰箱啊，市面上的类型比较多，但主流的还是以1字对开门、10字门和法式门为主。这几种冰箱啊各有优劣，有不同的适用性。对开门冰箱美观大气，而且容量大，但是呢，内部存储空间格子比较小，空气对流慢，除味能力一般，而且大部分机型不支持嵌入，因此比较适合有较大空间摆放的家庭。10字门冰箱啊，分区比较精细，采用的是多风道，除菌除味快，但它的冷冻区存储空间开口小，放不了大尺寸的食材，比较适合精细化分区。而且呢，对大件食材收纳要求不高的家庭使用。相比之下，这种法式门冰箱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制冷效率一点不逊色于10字门，同样是采用多分区、多风道、独立控温，确保食材不串味儿。同时呢，还拥有较大的冷冻空间，双层超大的抽屉设计，可以轻松的收纳较大的食材，实现单手轻松开关，使用上呢更加方便。而且可以做嵌入式，适配于标准橱柜，更节省空间。在以上这些优势的推动下，我最终选择了这种超薄零件的法式门冰箱。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发现我家这台 TCL 超薄零件法式冰箱 T9DQ 真是选对了。各方面性能都让我对它刮目相看，把它称为一台宝藏冰箱一点都不为过。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强在哪。首先呢，它能够完美的实现平嵌580毫米的超薄机身，可以做到齐平橱柜不突出。机身是当下最流行的白色，全白配色，适配各种装修风格，加上底部散热的设计不需要两侧预留散热空间，能够轻松的实现无缝嵌入。再搭配上平稳嵌入式铰链设计，贴墙摆放也能做到90度开门，不影响抽屉的拉取，让您随心所欲的取东西，同时还能减少卫生负担。其次呢，别看它占地不到半平米，却拥有了466升的超大容量，足可以满足我们一家人2周的食材需求。法式4门的存储格局
用着也是相当的舒心。日常的水果、蔬菜和饮料可以根据不同的存储方式、不同的存储需求分类存放，拿取方便的同时，还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要说让我一眼心动的呀，还属它的冷冻区双层超宽大抽屉设计啊，用过的人才知道是真香。它的3阶金刚导轨可以一拉到底，承重力强，抽拉不会晃动。而且它的抽屉隔板还是可以拆卸的设计，隔开存储，分区有序，拆下空间更宽敞。存放大块食材特别省心，不管是大羊腿还是一整只鸡，都可以做到整存整取，不用切割。底部抽屉内有乾坤，还贴心的配置了浅层托盘，方便存放雪糕或者水饺之类的小件食材，完全不用担心染上鱼腥味儿。再来看看它的冷藏区。中部的全宽果蔬抽屉，就算是整根大葱、芹菜都可以轻松容纳。底部还有2个干湿分储的抽屉，左边这个是鲜活保湿仓，右侧的是智慧变温仓，更适合干货或者是新鲜肉类的存放，还支持冰镇、生鲜、母婴3档自由调节，呵护家人的健康饮食。不得不提的是啊，它还有独有的零下40摄氏度晶态膜锁鲜技术，这个是真牛。都知道冷冻过的食材再加工一般口感会变差，我家冷冻过的这个鱼肉吃起来依旧很新鲜。这项保鲜技术啊，简单来说就是冰箱冷冻温度可以降低到零下40摄氏度，可以在食材表面呢形成一道晶态锁鲜膜，有效的锁住了鱼肉本身的水分，营养不流失。最后它的性能配置方面也是相当出色的，双温区独立循环制冷，食材之间互相不串味儿，而且搭载的还是双变频技术，节能又环保。35分贝静音值，噪音呢可以完全忽略，同时啊还是1级能效，每天耗电仅是 0.78 度。其实呢，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入手这台 TCL 法式薄纤 T9 DQ 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多方面对比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更胜一筹的。颜值出众不说，而且啊，相同的价位里面配置是最全的，同样的性能，价格更诱人。3000多的价位啊，质价比可以说是拉满了。如果你家呢也在考虑买一款优秀的嵌入式冰箱，那么 TCL 这台466升大容量超薄零件法式冰箱 T9 DQ 绝对是首选。